茫茫天路之内，楚风漂流了很久，甚至他自己都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因为天路之内不见天日，时间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在这里，楚风只能随波之流，任凭着那股巨大的推力推动着他向前行去。可以说，此刻的楚风就如同一粒在飓风中的尘埃，一片江河中的树叶，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期望着早日落地，或是到达彼岸，因为这座彼岸是他曾经所向往的地方。五之圣土。在天路之内，楚风也经历过一次变故，那就是他所在的天路本来不是很辽阔，甚至只能容下楚风一个人，哪怕再多一个人也是多余。不过那一次变故却使得楚风从狭窄的天路进入了辽阔而浩瀚的天路。换句话说，这道天路更像天路，尽管仍然只能随波逐流，可是四周却并非是漆黑一片，而是流光溢彩，就像是在浩瀚的星河之中飘荡，那种感觉很是独特，甚至让人神清气爽，为之享受。只不过楚风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下这独特的感觉，便不得不离去，因为在他的前方已经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顺着那光芒，楚风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知道那里应该便是他想要到达的世界。楚风就如同离弦之箭向前飞掠，因为长时间的快速飞行，哪怕是他自天路之中离开，却也因为惯性而急速的向前飞掠。当楚风止住身形之际，发现在已经彻底离开了天路，他的脚下是茫茫大海。回身观望，天路的出口就在数里之外，这座天路的出口与天路的入口很像，甚至可以说完全一样，乃是由磅礴的大阵凝聚而成。不过楚风知道，这里可并非东方海域，而是五之圣土，因为这里的大海更深，乃是真正的深不见底，海浪更为凶猛，最小的浪花也有10米高，这里的蓝天白云也更高，距离地平线有着更为遥远的距离。不过最为让楚风确定这里是五之圣土的原因，可并非是这更深的海以及更高的天，而是流淌于天地之间，无形却又有形的力量。武力，五军强大的根本力量，在这方天地却更为浓郁。这里的武力、天力、玄力、元力，甚至灵气，都比东方海域和九州大陆要浓郁数倍不止。哪怕不会修武的人，深吸一口气也会感觉神清气爽，精气十足。若是每天都能呼吸这样的空气，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多活不少年。就在这时，阵阵鸟鸣渐渐响起，并且越靠越近。侧目望去，只见一片鸟儿正自远处的天际飞掠而来。那鸟儿楚风认识，无论是形貌特征还是鸣叫的声音，那都是麻雀无疑。可是那一大群本是寻常的麻雀，竟然每只都有老鹰那么大。五之圣土还真是一处福地，竟然连麻雀都能长得身强体壮。看着那一大群麻雀，楚风的嘴角掀起一抹期待的笑容，因为他知道这里对他来说将是新的征程。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数道光芒自虚空浮现而出，宛如利刃一般，自那群麻雀之上飞掠而过。所过之处，麻雀尽死，一小片血雨夹带着麻雀的残肢以及羽毛倾洒而下。这是什么？对于这突如其来甚至毫无预兆的杀戮，楚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周围的变化却仅仅是一个开始。那光芒越来越多，并且开始相互交织，最终竟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封锁网，封锁了这方海域。阵法是何人在此处设下了此等阵法？这一刻，楚风不由眉头微皱，因为他已是认出那光芒体乃是一道阵法，并且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那阵法此刻上封青天，下封海域，并且防御力极强，哪怕是楚风也无法闯过。这座阵法将楚风封锁在此处，楚风又破不开。说句不好听的，就算将楚风活活困死在这里，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这座阵法却也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就在楚风四下寻找是何人布置了这座阵法的时候，这座阵法之内便产生了波动，那波动缓缓凝聚，最终竟化作了一道光体。那是一个人形光体，没有轮廓，却拥有着与楚风同样的修为。八品武军就在那人形光芒体刚刚凝聚成型之后，竟然发出一声怪叫，向楚风飞掠而来，对楚风发动了攻击。那人形光芒体很强，并且战力不凡，拥有八品武军的他这一出手，也可谓是惊天动地，威势相当了得。不过哪怕那光体再强，对于楚风来说却不值一提。只见楚风动都未动，只是冷哼一声，一层威压便随心而生，在其衣衫飘动之间，如无形的飓风一般横扫开来，向那人形光体反压了过去。楚风的攻势太快了，那人形光体几乎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便被楚风的威压所笼罩，紧随其后被硬生生的碾爆，化成了粉碎。只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楚风将那道人形光体瓦解之后，楚风还来不及高兴，在他的四面八方竟然再度凝聚出10道人形光体。这10道人形光体从表面来看，与先前的那道光体可谓一模一样，并且连修为也是在八品武军，但是他们的战力可是完全不同。这10道人形光体每一位的实力都无限的接近9品武军的水平。当这10道人形光芒体出现之后，便如同先前的那道一样，在发出咆哮的同时，直接向楚风发动了攻势。只不过这一次却如同先前一样，楚风连动都没动，只是一道威压便将那10道人性光芒体尽数斩杀。没完没了了吗？而当将那10道人性光芒体斩杀后，楚风的眉头则是再度皱了皱眉，因为此刻在他的周围已经出现了100道人形光芒体，并且他们的修为已不再是8品武军，而是9品武军。100道人形光芒体自四面八方踏空而立，不仅实力提升到了9品武军，并且他们也不再赤手空拳，而是各自拿着一把光芒长枪。那光芒长枪又并非寻常的长枪，其中蕴藏着极强的力量，这使得那些人形光芒体的力量为之大增。
终于，这100道人引动了，但是他们却并未盲目的攻击，竟然布置成了一道攻杀阵法，向楚风围杀过来。这些人形光芒体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并且不仅是修为上的，就连思维上也在增强，就如同单纯的杀戮机器，已经渐渐的拥有了不凡的智慧。不知何方前辈在此布下此阵，晚辈初到此处，与您定是无冤无仇，您何必用此阵来为难晚辈？眼见着人形光芒体再度攻来，楚风意识到这样将没完没了，所以他并未盲目的反击，而是身形闪躲，灵活无比的避开了100道人形光芒体的围杀。可是不仅楚风观望四方没有半个人影，哪怕他高声呼喊，也是根本无人回应，有的只是那发出厉吼，向楚风攻杀而来的人形光芒体。好，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我倒要看看你这阵法能够演变到什么程度。见无人回应，楚风也是为之动怒，自身的实力自己最为了解。别看楚风只是8品武军的修为，但是武军境内能够与他抗衡的几乎少之又少，甚至1品武王楚风都不放在眼里。所以不管这些人形光芒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他们的战力有多强，但在楚风面前其实都是不堪一击。楚风斩杀他们简直与杀死一群蝼蚁一样简单，但是楚风此刻已然动怒，所以他没有选择一击制敌的简单方式，而是掠入那围攻而来的人形光芒体中，以手脚为利刃，将那些人形光芒体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卸8块。不得不说，楚风的手段很是残忍，甚至有些不近人道。这些光芒体幸亏并非真正的生命体的，否则此刻定要血沫横飞，残肢满天，场面将会异常恐怖。可是此刻楚风心中有怒，无缘无故便被人困住，他本就不能忍，还无缘无故被人袭击，他更不能忍。若是不还以一些适当的手段，楚风将难以泄气心中的愤怒。虽然楚风是逐个斩杀，但是区区100道人形光芒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被楚风尽数抹杀，一道不剩，死了个干干净净。来吧，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在将100道人形光芒体斩杀后，楚风感觉畅快淋漓，而激情四溢之际，更是仰天长啸大吼一声，以来彰显此刻的情绪，也可以说是在向那封锁他的人示威。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料一样，当那100道人形光芒体被斩杀后，又有一股力量自大阵之中凝聚，只不过这股极强的力量最终却凝聚成了一道有鼻子有眼还有轮廓的光芒身影。武王。此时此刻，楚风前方出现了一道武王级的人形光芒体，虽然只是1品武王，但却的的确确是位武王无疑。这下倒是真的有趣了。看着那远处的武王级光芒体，楚风的眼中则是浮现出喜悦的目光。尽管楚风连将7杀那种天才级别的武王都斩杀过，但那毕竟是依仗别人的力量与修为，他凭借自己修为真正的面对武王级对手，这乃是第一次。武王境与武军境截然不同，哪怕楚风战力超群，但是看着远处的那道武王光芒体，还是感觉到了一点点的压力。没错，身在武军境的楚风对付一位1品武王，无法做到绝对的碾压，不能像斩杀武军境的修武者那么简单，但是同样的，楚风也有着绝对的把握能够胜过对方。突然楚风动了，还未等到那光芒体出手，楚风已是率先出手。他这一动顿时狂大作，虚空颤动，因为楚风无法抑制此刻的激动情绪，真正与武王强者交锋的情绪。楚风速度极快，只是瞬息便掠到了那武王级光芒体的近前。他没有施展任何武技，而是运转武力，赤手空拳地发动了攻击。楚风的攻势极快，快到只能感觉到每招的威势，却根本看不到每招的攻势。而那武王级光芒体也是赤手空拳的回应。楚风同样没施展其他手段，而是与楚风赤手相搏，比拼近战的实力和肉身的强弱。近身的赤手对战最为考验肉身的强弱，假如你的肉身坚如钢铁，对方却是血肉之躯，那双方根本就没有交战的意义，肉身的强弱已经分出了胜负。其次讲求的就是反应力，近身交战千变万化，因为距离太近，很多时候对方施展的招式会让你反应不及，而导致陷入败局。按理来说，8品武军是根本无法与1品武王抗衡的，尤其是近身搏斗更是难上加难。毕竟武王不同于武军，就算只差一重境界，却也宛若相隔天地。正常情况下，就算武王面对武军不进行任何防御，武军也很难伤到武王，因为武王的肉身就是那么的坚硬。不过楚风却凭借着神雷淬炼的强横肉身，以及远超过常人的对战经验和无与伦比的反应能力，与那位1品武王战成一团，不仅未落入下风，反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堂堂1品武王竟被一位8品武军压制，这番场景若是被外人看见，定然会让人叹为观止。突然楚风发动了一招奇袭，他闪电般的掠到光芒体的身后，以一记虚招骗得对方进行防守头部，随后虚招收回，握拳换掌，宛如无坚不摧的利刃一般，穿透了那武王级光芒体的身躯。而那个位置并非寻常的位置，正是修武者的丹田处。幸亏这武王级光芒体只是一道虚假的阵法影像，否则此刻已是修为被废，就算抛弃肉身化作神识，修为也是大损。一招奇袭之后，胜负已分，那道光芒体并未继续纠缠，而是当着楚风的面化作光雾，渐渐消散，直到彻底不见。接下来是10位1品武王，还是100位1品武王，一起放马过来吧，我楚风不惧。楚风痛快大笑，忍不住再度高喝一声。一场与武王的对决下来，让他了解到了自己的真正实力。虽然他的战力不如武王的时候强，但是对付1品武王还是绰绰有余。若是使用雷霆铠甲，2品武王也不在话下。所以就算此刻再出现100位1品武王，楚风也能够收拾掉。怎么了？不来了吗？还是在考虑用怎样的手段考验我？
见武王级光芒体消失后，并未得到任何回应，楚风再度大喝一声。事到如今，楚风的担心倒是少了许多，因为这座大阵很厉害，但从那防御网来说，就不是楚风能够攻破的。对方既然能够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这说明对方很强，若要杀他，简直轻而易举。可是对方并没有对楚风动杀意，而是循环渐进，不断的凝聚人形光芒体对楚风出手，并且楚风发现，尽管那些人形光芒体杀意滔天，出手也看似毫不留情，但若真的楚风不敌，人形光芒体多半会停手，这就更加证明了楚风的猜测。这座阵法的布置者不像是在戏弄楚风，而更像是在考验楚风，只是楚风弄不明白，他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是谁要用这样的手段来考验自己呢？然而就在这时，那封锁了这方天地的光芒大网竟然开始消散，并且最终彻底消失。见状，楚风赶忙动身飞行，快速的离开了那大阵先前封锁他的范围，直到他觉得自己已经安全时，才停下身来。多谢前辈。楚风并未急着离去，而是回转身形，对先前阵法所在的位置抱拳施礼。不过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如此彬彬有礼，那位布置阵法的人仍旧没有现身，并且没有任何回应。最主要的是，就连那天路的出口也开始关闭。很快的，那片海域便如同其他海域一样，虽然海浪滔天，但却不再光芒四射，平凡了许多。但是这种平凡对比与先前的大阵，却显得很是诡异。别找了，那位布置阵法的人要是想见你，早就出来了。他现在还不现身，多半是不打算见你了。依我看，这座阵法不是为你准备的。等了片刻后，见楚风还在四下观望，淡淡笑嘻嘻的道：“我不是在找布置阵法的人，而是在找淡台雪。”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丝担心的。他害怕淡台雪未能顺利通过天路。原来你是在担心那个丫头，这很容易想啊。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在天路遇到不测，未能成功闯过，现在天路关闭，他是没机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早已经从天路中出来了，不过人家可不关心你，早就走人了。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你继续在这里干等都是没用的。淡淡撇嘴道。对于淡淡的话，楚风自然了解，只是他觉得这天路的出口有些蹊跷，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所以他仍是固执的四下观望，甚至动用了天眼，那里有着一座阵法。终于，楚风寻得了一丝特殊之处，在远处的海域之上有着一座阵法。只不过当楚风靠近之后，却是显得颇为无语。这座阵法布置的很是粗糙，应该是蔚蓝庖界灵师所布置，而这座阵法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只起到一个宣传的效果。那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欢迎来到武之圣土，出入此处定有不熟，北行5000里，锦华城内赵家钱庄，为您免费解答所有疑惑。这座阵法应该是为那些如楚风这样从天路之中出来的人准备的，但是因为地方太偏僻，距离天路出口又有一段距离，若不是像楚风这样仔细观察，还真不易发觉，所以显得有些没有意义。而放眼四周，仔细查探，除了这座阵法，却又毫无发现。于是楚风也不再继续停留，而是按照阵法上的提示，向那所谓的锦华城行去。其实楚风对于那锦华城也是存有一丝怀疑的，他总觉得有人将这种阵法凝聚在这种不显眼的地方，像是在躲避什么。说句不好听的，有些偷鸡摸狗的感觉。尤其是那一句免费为您解答所有疑惑，更是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总感觉这像是一个圈套。但是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放眼四周又是茫茫大海，楚风不知道哪里有人居住，只能按照这个提示前行。若是真的，也许就会有收获；就算真的是骗人的，凭借那布置阵法之人的手段，也不能对楚风如何。只不过就在楚风向那锦华城前行的时候，距离楚风数万里之外，却发生着另外一幕。这是一片辽阔而美丽的土地，因为那肥沃的土壤之上，长满了稀奇百怪的参天大树。这些树真的是参天大树，因为它们最细的也有10米粗，最矮的也有几百米高。至于那些粗的，直径能够达到几百米，高度能够达到近万米，简直是不可思议。不过此处最为吸引人眼球的，绝非这些参天大树，而是那些大树之上、大树之间，或是大树之顶的建筑。这些建筑太漂亮了，既奢华又唯美，却也有着几分古老韵味，与这浩瀚林海相得益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浩瀚的林海不可思议，如此多的建筑同样不可思议，而居住在这座林海中的人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座林海居住的人竟然有着足足上亿人之多，1亿人居住在这林海之中，并且空间富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片林海有多辽阔，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国度。但是它却有着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做青木南林。在青木南林的最中心，有着一座高100丈的8角形建筑，这座建筑外面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皆是修为不凡的老者。从他们的年纪和修为可以看出，在这青木南林之中，他们都是有着不凡地位的人。但是此刻，这些老者却皆是笔直而立，并且面带敬畏地盯着那座建筑，甚至连气都不敢大喘。建筑内，一位白发如雪的老者端庄地盘坐在最中心。这座建筑内流动着强大的力量，那力量似是早与老者融为一体，但是此刻正在老者的体内离去，进入建筑的墙壁之中。终于，所有力量尽数抽离，这位老者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而此时此刻，在他那深邃的眼眸之中，却涌现出一抹喜出望外的光芒，低声笑道：“真是上天的眷顾，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能够遇到这样的良才。”老者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甚至已是笑得合不拢嘴，原地笑了许久，他才站起身来，行至殿门前，袖袍轻拂，殿门便开。见到老者出来，整齐站在宫殿外的众位老者一同屈身施礼，高声呼道：“拜见掌教大人。”
天要兴我青木南陵啊！老者很是开心的大笑道：“掌教大人，这是发生了何事，使您如此开心？”众位老者感到不解，却知道是有喜事发生，所以皆是陪笑着问道：“诸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我青木南陵在此驻扎，广收弟子，为的是什么？”被称为掌教的老者不答反问道：“回掌教，我青木南陵在此驻扎，广收弟子，乃是为了挑选上等良才，送往青木山。”众位老者齐声回道：“我青木南陵如今长老与弟子已有是11316人，良才倒也是培养出了不少良才，但是上等良才至今未能寻的，这使得我青木南陵一直被其他3陵所取笑。”掌教颇为无奈的老者说道。而听得掌教老者的这番话后，在场的老者们皆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一种难以启齿的羞辱感涌到了苍老的脸上。尽管不服，但仔细想想，他们笑我南陵倒也正常，因为他们的确向青木山输送不少上等良才，他们有着取笑我们的资本。不过现在他们取笑我们的日子就快要结束了。突然，掌教老者再度笑道：“掌教大人，不知此话怎讲？”听得此话，众位老者眼前一亮，黯然的脸上焕发出喜悦的荣光。想当年，我南陵数位前辈合力在天路出口布下了阵法，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自南方海域那片非我武之圣土的地方获得意外的收获。时隔多年，我青木南陵的确自那天路之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但却没有一位能够谈得上是良才。但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今日我终于等到了一位上等良才。掌教老者很是高兴的道：“上等良才。”然而听得掌教老者此话，众位老者则是有些不解，集体将目光投向了人群之中的一位老者。而面对众人的目光，那位老者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僵硬。“马强，你既然回来了。”而看到这位老者之后，那位掌教老者也是神情大变，一抹不安之色涌现到了他的脸上。“回掌教大人，属下回来已有些日子，自天路筛选出的人已经安排妥当，那叫做马强的人战战兢兢地回道：那天路出口可还留有他人驻守？”掌教老者紧张地问道：“这……回掌教，因为天路出口多日未曾出现一人，属下觉得可能是天路出了问题，不会再有人出来了，所以便没有继续停留，带领着所有人一起回来了。”马强显得更加担心。混账！听得此话，掌教老者顿时大怒，随后指着马强大喝道：“就在刚刚，天路之内出现一位天之骄子，此子战力极强，若是悉心培养，推送到青木山上，定会为我南陵争光。可是你们这群废物，竟然擅离职守，错过了将此子接入我南陵的机会。掌教大人息怒，掌教大人息怒，并非我等擅离职守，只是今年的天路真的很是诡异，数日的时间还不关闭，并且在这10日之内也没有一个人从中出来。属下真的是以为是天路出了问题，不会再有人从中出来了。为了不耽误时间，所以才率领众人先回来的。”这一刻，马强等人意识到了错误所在，同时也是吓得魂飞魄散，赶忙跪在地上认错求饶。混账，真是混账！掌教被气得浑身发抖，但却并未对马强等人出手，而是抬起手指对着虚空绘制，最终绘制出了数张画像。那画像绘制完毕后，便纷纷掉落，落入了在场众位老者的手中。10日之内将此人给我找出，请到南陵，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话罢，掌教老者便身形一纵，腾空而起，向远处遁去。而这一刻，留下的众人则是微微一愣，随后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掌教老者给他们的画像之上。而那画像上所刻画的人物，竟是楚风。对于青木南陵之事，楚风可并不了解，他正在向那所谓的锦华城行去。在前往的过程之中，楚风曾路过一片浩瀚的山脉，那山脉由深至外有着很多妖兽，并且此刻还有一群人正在那山脉内进行猎杀。他们应该是来自一座势力，并且手段很是凶残，并非简单的猎杀，而是对妖兽进行虐杀。本来楚风是打算向他们询问一些事情的，可是楚风并不确定自己打听的事情那些人能够知道，并且楚风觉得这群人的人品有些问题。以楚风的经验，在这种人正大开杀戒，杀得不亦乐乎之时，他若突然出现，多半会惹怒对方。尽管对方的实力对于楚风来说如同一群蝼蚁，但是楚风初到此处，也不想无端的惹上没必要的麻烦。正所谓人不欺我，我不欺人，所以楚风便放弃了这一打算，而是继续向那所谓锦华城的方向行去。好在继续前行没多远，楚风还真的发现了叫做锦华城的地方。来到锦华城，楚风便迫不及待地向那所谓的赵家钱庄行去，因为他有些问题，真的急切地想要得到答案。其实早在进入武之圣土之前，楚风就已经有了计划。楚风想要去落叶竹林寻找一个叫做红墙的人，因为当初在东方海域，楚风捕捉冰晶凤凰的时候，曾遇到过红墙留在阵法中的残石。那红墙对楚风很是欣赏，并且告诉楚风他在武之圣土，并且若是有朝一日楚风来到武之圣土，可以到落叶竹林找他。但从当年的往事以及能够将残石留在阵法中那么久，相隔那么远的距离也能进行对话的本事，楚风判定绝对不是简单的角色。楚风并不奢望红墙能帮助楚风什么，他只是希望红墙能给自己一些提示。毕竟在去过天路，见过老猿猴，见过楚空童，了解了父亲的一些事情后，楚风更是急切的想要变强。所以楚风其实是准备向红墙寻求帮助的。尽管楚风很明白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并且他也是一个很有气节，不愿意请求别人帮助的人，但是为了自己的父亲，他却宁愿放下固执，去走捷径。他只想更快的变强，帮他父亲夺回荣誉，让那些践踏他父亲荣誉的人付出代价。并且他还有很多事情想要知道，比如他的父亲被驱逐出了家族，那么他的母亲身在何处？是与他父亲一样，也在那座领地受苦，
还是在家族之内受难？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楚风都太想了解了，就像一把无形的刺刀躲在楚风的心中，在解决掉之前，就会无时无刻的刺痛着楚风，让他彻夜难眠，吃喝不香。楚风来到赵家钱庄之时，故意隐藏了气息，而赵家钱庄的人也是热情的接待了他。只不过，当楚风询问落叶竹林在何处的时候，那位接待楚风的人却让楚风在客厅稍等片刻。很快的，那位管家再度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在他的身前还多出了一名年轻的男子。这名男子浓眉大眼，皮肤白皙，长得像是个小白脸，穿的也是非常得体，看他的外貌应该不到30岁。而他也是一位修武者，有着天武一众的修为。在下赵家钱庄少庄主赵少秋，不知这位兄弟尊姓大名？那名年轻男子靠近后，笑眯眯地说道：“在下楚风。”楚风也是客气的微笑回应：“原来是楚风兄弟。听闻楚风兄弟想要去落叶竹林？”赵少秋问道：“正是。”楚风点了点头。落叶竹林这个地方我并不知道，不过我认识一个人，他熟知天下各处，甚至整座五之圣土都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楚风兄弟若是愿意，我可以带你去认识一下这个人。”赵少秋说道：“五之圣土这么大，竟然有人熟知天下各处，那少庄主的认识的这位本事还真是够大的，不知道究竟是何来历。”楚风淡然一笑，并未急着动身，反而是坐了下来。楚风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这个叫做赵少秋的少庄主不是什么好鸟，恐怕是要给楚风设套子，所以楚风要观察一下他，试探一下说的是真是伪。真的也就罢了，若是假的，那就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因为楚风最不喜欢的就是欺骗。楚风兄弟也是一位修武者吧？不知如今在何境界？赵少秋不答反问道。的确是位修武者，不过修为浅薄，不值一提。楚风淡笑道：“那倒也是，我若没有猜错，你的修为最多也只是玄武境而已。不过你身上应该有掩盖的宝贝，所以我才看不穿你的修为。”赵少秋怪异的笑道：“少庄主，该不会是要见财起意吧？”楚风依然面带微笑，但是笑的却很是平静。楚风兄弟说的这是哪里话？我赵家钱庄虽然谈不上什么名门势力，但是在这锦华城内也是一等一的修武大户，掩藏修为的宝贝而已。我赵家可不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有多了不起。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修武者，乃是一位武王强者。说到此处，赵少秋略显轻蔑地看了一眼楚风，说道：“武王，那可不是你能够想到的境界，那是只有修武资质极佳，并且吃尽苦头、得尽机缘者才能够踏入的境界。楚风兄弟，不是我看不起你，在你曾经生存的土地，连武王都没有见过吧？”对于赵少秋的这句话，楚风并未反驳，而是耸肩一笑。那其中的意思，只有楚风自己明了。赵少秋显然无法领会楚风的意思，于是他更显得意，就像城里人看待乡巴佬一样，看着楚风说道：“我锦华城历史悠久，但是所出过的武王也是有数的，而他则是我锦华城所出过的最后一位武王。因为自他之后，我锦华城便未曾再出现过一位武王。武王虽强，但也不见得就应该了解五之圣土吧？”楚风质疑道：“你说到点子上了，武王很强，但也不是所有武王都能够了解整个五之圣土的各个地域，毕竟五之圣土实在太大了，就算走过的地方，能否记住都是一个问题。但我认识的这位武王可不是寻常的武王，他的志向并非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修武者，他的志向是要做一位旅行家。他苦苦修炼，踏入武王，为的就是游遍五之圣土。经过足足100多年的时间，五之圣土的各个地域，他几乎都已去过。如今我们都称他叫做五之圣土的活地图，只要你说的地方真实存在，并且名字无误，那么他就一定能够为你指引迷途。”赵少秋很是得意的道：“那就劳烦少庄主带路了。”楚风一直观察着赵少秋的眼神变化，以此判定他是否在睁眼说瞎话。可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这赵少秋所说的竟然全部都是真的。看来他还真认识这么一个奇人。楚风兄弟，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见楚风已是迫不及待，赵少秋则是咧嘴一笑，竟冲着楚风摊开了手掌。这尼玛就是在索要钱财啊！少庄主，不是说赵家钱庄免费解惑吗？您这又是何意？楚风故作不解地问道。楚风兄弟，我说的那位可不是我赵家的人啊！赵少秋无耻地回道。那好，你说要多少？楚风问道。10颗天珠，少半颗，不带路。赵少秋漫天要价道。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楚风异常爽快的便拿出10颗天珠，直接丢到了赵少秋的手中。看着手中的10颗天珠，赵少秋的瞳孔猛然一缩，一抹吃惊之色一闪而过，再度看向楚风，已是多了几分怪异的神色。少庄主，该给的我可是给你了，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后果自负。丢出10颗天珠后，楚风平静的笑道：“哈哈，放心，放心，保证让你满意。楚风兄弟，随我来吧。”话罢，赵少秋一只手便抓住了楚风，随后施展御空之术，便腾空而起。很快的，他便来到了锦华城之外，在一座小山包之上停了下来。那里有着几间破旧的房屋，房屋外用篱笆围成了一个小院，小院内还养着一些小鸡小鹅。这里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居住的地方。楚风略感诧异，因为他已经用精神力覆盖了这座小院，进行了查探。在这小院内，楚风捕捉到3道气息，一位是个小女孩，年龄应该在6、7岁左右，还有一位是年轻的女子，修为在玄武9重。至于第3位，则是一位年迈的老者，身体很弱。至于修为，是啊，曾经很厉害，不过现在很落魄。赵少秋说道。此话怎讲？楚风问道。游历到某处之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废除了修为。赵少秋嘿嘿一笑，随后又说道：“你先在这等我，不过记住，千万不要对他们说我收过你的东西，
若是他们问起，你就说我是自愿帮助你的。交代完这些，赵少秋也不管楚风是何反应，便直接向院内行去。楚风不是傻子，能从赵少秋先前那番话中听出一些猫腻，所以他扩散了自己的听力，想要听听他进入院内后准备怎么说。少秋，你怎么来了？那位年轻的女子颇为意外地说道。罗莲，是这样的，南方海域来了一人，他初到咱们五之圣土，哪里都不了解，想要咨询一个叫做落叶竹林的地方。我看他从他想而来很不容易，所以便想麻烦罗爷爷提点一下他。赵少秋一脸殷勤的道。什么？你又带人来麻烦我爷爷？你怎么能这样？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找我爷爷做这种事的吗？而听得赵少秋的话后，叫做罗莲的女子则是大怒。是南方海域的人吗？我要看看南方海域的人究竟长什么样。就在这时，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突然兴奋地尖叫起来。小茹，不要去！见状，罗莲大声喝止，可却为时已晚。只听砰的一声闷响，那院门便被推开。楚风能够看到一个梳着双马尾、长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爱的像瓷娃娃一样的小女孩从院内跑了出来。大哥哥，你就是来自南方海域的人吗？南方海域究竟什么样啊？那里好不好玩？可不可以告诉小茹？小女孩一点也不怕生，见到楚风后，那乌黑的大眼睛顿时一亮，竟直接跑到楚风身前，围绕着楚风问个不停。南方海域。这一刻，楚风则是内心一动，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他明明是从东方海域而来，怎么他们却说自己来自南方海域？大哥哥，我叫小茹，你叫什么啊？我们做朋友好不好？楚风虽并未回答，但小女孩却问得起劲，竟主动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想跟楚风握手。小茹你好，我叫楚风，你叫我楚风大哥怎么样？楚风感觉这个叫做小茹的小女孩真的很可爱，忍不住将她抱了起来。住手，放下小茹！可是楚风刚刚将小茹抱起来，一道厉喝便从不远处响起。抬头观望，只见不远处站立着一道倩影。这名女子穿着一般，长得倒是有着几分姿色，而修为也还算不错，乃是玄武九重。不用想，她一定就是那个叫做罗莲的人。你走吧，我爷爷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的。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自己去找答案，但请不要来麻烦我爷爷。见楚风将小茹放下后，罗莲冷声说道。看着罗莲这副嘴脸，楚风则是眉头微皱，眼中涌现出一抹不悦。他什么人没见过，一眼就看出这个叫做罗莲的女子是一个势利眼。此刻也就是自己没有展现出实力，若是自己展现出真正的修为，他绝对不敢这般与自己说话。小莲，来者是客，怎么能这样对待客人？让那位南方海域的朋友进来吧。可就在这时，院内的房屋内突然传来了一道老者的声音，想必他就是那位旅行家，曾经的武王强者。爷爷见老者竟然允许楚风进入，罗莲柳眉倒竖，显得很是不悦。罗莲，既然罗爷爷都答应了，你就不要管了。见状，收了楚风好处的赵少秋赶忙劝道，并且他灵机一转，将目光投向了小茹，说道：对了，小茹不是一直想去恶兽山脉猎杀恶兽吗？我今天带你去好不好？猎杀恶兽？好好。听得此话，小茹大喜，连连点头，并且聪慧的小茹也是赶忙伸出小手去抓住罗莲的手，撒娇的摇晃着道：姐姐，你也陪小茹一起去好不好？听到这番话后，罗莲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期待的荣光，并且也不再难为楚风，可见他也是非常想去猎杀那所谓的恶兽，所以最终他也是故作勉强的点了点头。你们说的恶兽山脉，可是锦华城南方的那座山脉？见状，楚风却是开口问道，因为他记得来时的路上见到了一座浩瀚的山脉，那山脉内有着很多实力不同、长相相同的妖兽，那些妖兽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妖兽族群，但是那座山脉内如今却有着一群人正在大肆虐杀那些妖兽，并且从那些人的手段就能看出他们绝非善类。是，怎么了？罗莲冷冷地瞥了楚风一眼，目光非常不善。如果是那里，我劝你们现在还是不要去为妙，因为那里现在有着一群不速之客，他们似乎不太好惹。楚风如实说道。真是可笑，你可知道我少秋哥哥是何修为？这么告诉你吧，我少秋哥哥可是魏天武境的高手，在恶兽山脉内，他绝对可以横着走。罗莲狠狠地白了楚风一眼，目光中充满了藐视。小莲，咱们走吧。南方海域的朋友不了解咱们五之圣土之人的手段，而见罗莲对他如此有信心，赵少秋则是得意一笑，也不与楚风搭话，而是大袖一挥，便直接将罗莲和小茹带起。随后三人御空而行，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南方的天际。见状，楚风则是淡淡一笑，他并没有因为那罗莲和赵少秋轻蔑的态度而生气，因为和这种人生气不值得。于是楚风迈开步伐走入了房屋之中。这一刻，他发现房屋内一名老者正在烹饪食物，老者穿得很是朴素，甚至衣服上还满是补丁，看着有些穷苦，但是他笑得却很是慈祥。这位南方海域的朋友，先去屋内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道菜，马上就做好，你若有什么想问的，等下我们酒桌上再谈，如何？老者淡淡的笑道，态度非常柔和。有劳前辈。楚风并未拒绝，而是直接向老者所指的房屋走去。走进房屋后，楚风发现这间屋子不是很大，装饰也很是朴素，但却很是整洁。屋内的中心有着一张圆桌，桌子边上有着3个凳子，此刻桌上已经摆好了几道下酒菜，还有一坛散发着米香的白酒，颇为诱人。楚风直接坐到了里面的椅子上，等待着老者烹制好最后一道菜。因为他能够从老者的反应中看出，这位老者虽然已经没了修为，但绝对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也许真的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些帮助。楚风入座没有多久，老者便将一盘香喷喷的汤菜端上了桌，并且很是客气地为楚风倒上了一杯酒，问道：这位朋友叫什么？晚辈楚风，不知前辈该怎么称呼？楚风恭敬地问道：老夫姓罗，楚风小友。先前听赵少秋那小子说你是有事情想问我，
不知是什么事。老者笑着问道：“前辈可听说过落叶竹林？”楚风如实问道：“落叶竹林？”听得此话，老者微微一愣，陷入了沉思，随后突然笑着说道：“落叶竹林，我倒是去过，那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有着难得的美景。不知楚风小友可是准备去那里？”“是的。”楚风点了点头。“既然楚风小友想去，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只是那里路途遥远，你可要有着心理准备。”老者说话之间，取来了一张地图，并且开始在地图上绘制路线。老者绘制得很仔细，绘制了很久，才将这份地图递给楚风。而当楚风看过这个地图，哪怕是楚风也都被惊呆了，因为这份地图太大了，这简直是一座超乎楚风想象的世界，辽阔到让人为之惊叹。最重要的是，那落叶竹林与楚风如今所在的位置距离更是遥远得很，可以说让人看到这个距离后，便不由得升起了放弃的打算。不过眼下最让楚风惊讶的是，这个地图除了5只圣土的地域名称之外，还记载了4个地方，那是4个天路出口：南方海域出口、北方海域出口、东方海域出口、西方海域出口。而他所在的位置乃是南方海域出口，这让楚风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自己是来自南方海域了。可是自己明明来自东方海域才对，难道说是老猿猴前辈动了手脚，让我从东方海域的天路进入了南方海域的天路？对，很可能是这样，毕竟我在天路之中经历了那么久的时间，并且前后的通道也是有所不同。楚风思索一番后，得出了一个可能：罗前辈，晚辈初到此处，不知能否为晚辈介绍一下这5只圣土的势力？突然，楚风对老者问道，因为他发现老者的这幅地图真的记载得非常全面，不仅记载了各个地域，还记载了无数势力，但是势力的名字颜色却是不同，其中有几个势力名称乃是金色颜料标示，有种很神圣的感觉。而在那金色标示名字之中，便有咒土门这座势力，并且楚风还发现咒土门距离他也很遥远，但是距离东方海域的天路出口却很近。想到与咒土门的恩怨，又想到淡台雪很可能已经从东海的天路出口回到了5只圣土，楚风很想多了解一些事情。这个当然没问题，5只圣土是一片修武圣地，这里的高手数不胜数，拥有逆天手段的能人更是很多，而驻扎在各处的势力就更是多如繁星，势力太多，我介绍不过来，就为你介绍一下5只圣土最强大的几座势力。世人称他们为三府、四族、九氏。三府乃是天道府、地狱府、人王府；四族乃是东方地族、西门地族、北唐地族、南宫地族；九氏乃是青木山、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金甲城、八荒岭、界师联盟、铸剑山庄、万花绣院。这些势力非常利奥的，每座都是有5地级强者镇守的存在，尤其是三府和四族，他们底蕴深厚，究竟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这都是不为人知的事情。当然了，除了这些人类的势力外，还有一些妖兽族群，他们都生存在自己的独立世界内，外人很少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却绝对是强大到可怕的存在。总之，你记住，日后在5只圣土行走，若是遇到与三府、四族、九氏有关系的人，哪怕只有一点关系，也切莫不要得罪，否则将会惹上大祸。老者很是细心地提醒道：“多谢前辈提醒。”楚风感激地谢道。因为与这位老者聊得来，所以楚风也并未急着离开，而是与老者举杯畅饮，聊了许多。这期间，老者可谓是有问必答，也曾询问过楚风的一些事，楚风也是能讲的则讲，并未隐瞒什么。因为感激老者的提点，楚风曾开口询问老者的修为是怎么没的。楚风知道，一个人的修为不会无缘无故的丢失，多半人被人废掉的。老者这么好，哪怕有修为之前，也绝对不会是恶人。所以楚风想替老者报仇，但是奈何老者却是淡淡一笑，不予回答。见状，楚风也是不好深问。而从后来的聊天中，楚风也知道5只圣土是一处很独特的土地，有一层强大的力量将这片本完整的土地分割成了数座土地，想要穿过那层力量，必须有相应的手段才可以，否则根本过不去。这也就大大提升了楚风想要前往落叶竹林的难度。但是那位老者也告诉楚风说，有些势力掌握着穿越那层阻隔的能力，例如主宰他们这片土地的青木山。青木山不仅掌握着穿越那阻隔的能力，并且每隔3年还会在特定的地方为这方土地的人行方便开启那阻隔的力量，放那些想要去另一片土地的人过去。只不过其他土地也都有着不同的强大势力占据和主宰着，他们有的会如青木山一样定期放行，但是相隔的年头却并不一样，这也是导致当年老者游历5只圣土耗费那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而听到老者的这些后，楚风则是有些心灰意冷，因为这实在太麻烦了。若是按照老者所说，那楚风就算抵达了落叶竹林，肯定也已是多年后了，楚风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爷爷不好了！可就在这时，外面却突然响起了哭哭啼啼却又无比惶恐的声音，那是罗莲的声音。莲儿，听的这个声音，老者顿时坐不住了，赶忙向外行去，而楚风也是一同跟了出去。来到外面后，只见3道身影已是落入了院内，正向楚风与老者的方向走来。这3人正是赵少秋、罗莲还有小茹。赵少秋的脸色很难看，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至于罗莲则是满脸的泪水，哭的那叫一个悲惨，先前的狂傲劲全都不在了。而再看罗莲怀中的小茹，楚风的脸色顿时大变。此刻的小茹已经陷入了昏迷，她双眼紧闭，又肿又紫，并且2行血水也正在眼中流出。小茹的双眼竟被人挖走了。小茹看到小茹这般，老者顿时就慌了，快步走上前去，从罗莲怀中将小茹抱了过来。而仔细观察之后，他更是愤怒地问道：“
小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何人挖掉了小茹的双眼？爷爷，是尹血教的人。罗莲哭泣着道。什么？尹血教？听得这3个字，老者的面容再度大变，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与不安自其眼中涌现而出，随后问道：你们怎么会惹上尹血教的人？是在恶兽山脉遇到的。我们3个本想去恶兽山脉狩猎恶兽，不曾想遇到了尹血教的人也在狩猎。我们本想他们狩猎他们的，我们狩猎我们的，他们占了的地方，我们绕开就是了，谁也不打扰谁。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尹血教的人会那么丧心病狂。他们其中一伙人看到了我们，便不让我们离开，直到其中一名妖女说小茹的眼睛竟然比她好看，她无法容忍，便当着小茹的面用手指将小茹的眼睛给硬生生的挖了下来。罗莲越哭越悔，真是糊涂，难道你还不清楚尹血教是什么样的货色吗？那根本就是一个魔教，遇到他们你们不赶紧逃，竟还想着狩猎。听到这里，老者气得浑身都在发抖，但是更多的却是对小茹的心疼。小茹年纪还这么小，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很有可能会影响她的一生。我只是听您说起过尹血教是魔教，没想到他们真的这么泯灭人性，何况当时还有少秋在，怎么说他也是天武境的修为啊。罗莲说道。少秋？那当时你的少秋在做什么？听得此话，老者冷哼一声，与此同时瞥了那赵少秋一眼。而这一刻，赵少秋的脸色也是更加难看，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当时他亲眼目睹一切发生，可是却站在一旁不敢阻止，甚至连句话都不敢说。这真的不能怪少秋，因为尹血教此次出来的可不是普通的弟子，他们的修为全都不是天武境那么简单，应该都是武军境的高手。罗莲赶忙解释道，他见识到了那些人的强大。什么？全部都是武军境的高手？那也就是说是尹血教的核心弟子？听得此话，老者更显吃惊，不管究竟是何人所为，眼下医治小茹才是要紧事。罗前辈，把小茹交给我吧，我能够医治好她。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说话之间，他走到了老者身前，想要将小茹接过来。住手！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能医治小茹？你可知道对小茹下手的是什么人？可是还不待老者说什么，那罗莲便拦住了楚风，狠狠地质问起来，眼中清楚地写着3个大字：信不过。住口！见状，老者大怒，非常严厉地呵斥一声罗莲后，这才面容转缓，对楚风问道：楚风小友，那小茹就拜托给你了。说话之间，老者将小茹递给了楚风。罗前辈，请放心，我定会让小茹安然无事。楚风接过小茹，也不废话，直接向屋内行去。罗爷爷，你怎么能信任他？这小子可是南方海域来的，据我所知，好像不过玄武境的修为而已。你把小茹交给他，就不怕他将小茹弄出个3长2短？见楚风进屋后，那赵少秋上前说道：不信任他，难道信任你不成？我把小茹交给你，你看看小茹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一双眼睛啊，这对于一个孩子是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我不将小茹交给楚风，难道你能还他一双眼睛吗？老者很是愤怒地大喝道。被老者这样质问，赵少秋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非常的难看，但却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过身后，才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不好听的东西。此刻，楚风已是进入屋内，并且封闭了屋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看上去会有些残忍，他不想让老者看到。说实话，一双眼睛而已，这若是其他修武者的眼睛没了，以楚风如今掌握的手段，想要帮他治好，那简直轻而易举。但是换成小茹，那倒是有些麻烦。小茹太小了，莫说修为的高深，她压根就还没有修过武，所以她是一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肉身。这样的肉身毫无灵性，想要修复相对复杂，不过却也难不住楚风。只是这治疗的过程看上去略显血腥而已。短短半个时辰，楚风便将小茹的眼睛彻底治好了，并且确保她的眼睛比之前更美丽、更明亮。醒来后也感觉不到一丝伤痛。治好小茹后，楚风便走了出去。楚风小友，小茹她怎么样了？见楚风出来，老者赶忙走了过来，很是担心的道：罗前辈放心，小茹已无大碍，相信很快就会醒来。楚风笑着说道：什么？小茹已无大碍？你确定？而听得楚风之话，那罗莲则是一脸的怀疑。对于那罗莲的废话，楚风也不予理会，而是对老者问道：罗前辈，那尹血教的实力如何？其中最强的人在何等修为？这尹血教来历可不简单，实力很强，其中更是有几位武王强者坐镇，尤其是尹血教的教主，多年前便是1品武王的巅峰，想必如今多半是要踏入2品武王的境界了。那前辈可知道那尹血教在何处？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你问这些做什么？老者眉头微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楚风知道老者是过来人，他早就看出自己有些本事，否则不会将小茹交给他，所以楚风也并未隐瞒，而是如实说道：小茹这样的孩子也忍心下手，当真魔教无疑。我想帮小茹讨个说法。什么好说法？像尹血教，就凭你这牛皮吹的未免也太大了吧。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罗莲却是柳眉轻挑，被楚风一阵冷嘲热讽。哈哈，什么叫做无知？什么叫做愚昧？楚风兄弟，这就是在说你啊。与此同时，那赵少秋也是开口了，但是相比于罗莲的挖苦，这赵少秋竟然哈哈大笑，那其中的鄙视之意简直显而易见。先前在尹血教的面前，你可敢像现在这样说话？楚风淡淡一笑，开口问道。楚风此话一出，赵少秋顿时哑口无言，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是瞬息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如吃了臭袜子一般的表情。因为之前在尹血教的面前，他别说像与楚风这样说话，他根本连开口说话的胆量都没有。窝囊到家，你有什么资格说少秋？那可是尹血教，是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怪物。
你也就趁现在说说大话。若是尹血教的人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被吓得尿裤子，根本连站都站不住。见楚风竟侮辱自己心仪之人，罗莲顿时大怒，开口怒斥起来。楚风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先前不愿意与罗莲计较，那是因为她是女人，外加看在老者的面子上。但是他这般不知好歹，楚风可不会继续迁就。不过突然之间，楚风又打消了念头，并没有反驳罗莲，因为他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东西，这并不像是好事，但是对于他来说，也许又是一件好事。怎么，没话说了吧？你就是一个南方海域来的废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武之圣土。让开，让我看看你究竟把我的小卢妹妹怎么样了。若是她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放过你。见楚风并未反驳，那罗莲更是得意，竟然想要硬闯屋子。然而就在这时，在锦华城的方向突然狂风大起，一股磅礴的威压自远处的天际压迫而来。在这股威压之下，罗莲瞬间失去了平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就连那赵少秋也同样脚下一滑，直接摔倒在地。不过楚风眼疾手快，赶忙快速的抓住了罗爷爷。而在楚风的手掌抓住罗爷爷的一刹那，罗爷爷苍老的眼中顿时闪过一抹震惊的目光，再度看向楚风，可谓光芒四射，刮目相看。在楚风的庇护下，罗爷爷安然无恙。已经失去修为的他，莫说摔倒，就连晃都未晃，安稳的站在原地，不受那威压的困扰。但是此刻却没有人注意到他老人家的变化，因为罗莲与赵少秋的目光早就被天际上的一幕所吸引，并且他们二人已被吓傻了。自那威压传来的方向，很快便有两道身影飞掠而来，并且落在了院子之外。这是两名男子，年龄皆是中年，有着一品武军的修为，身穿黑色衣服，脸上画着奇怪的东西，看着就像是鬼，并且他们的嘴角还带着邪恶的笑容，正一步一步地向院内走来。小美女，先前师姐师兄在，不好意思对你动手，现在你可就逃不掉了。两人已经走入院内，但目光一直锁定在罗莲的身上。原来他们两个就是尹血教的人。你们要做什么？罗莲不是傻子，已经猜到了答案，只是他却并不希望这是真的，因为他可是听说过尹血教的恶毒手段。尹血教的女子蛇蝎心肠，男子更是畜生不如。他们不仅喜欢糟蹋良家女子，更是会在糟蹋的过程中碎其手脚，直至晚死，以这种可怕的手段来寻求刺激。不做什么，只是想和你玩玩而已。其中一名男子哈哈一笑，却给出了罗莲一个为之崩溃的答案：不要，少秋哥哥，带我走，快带我走。这一刻，罗莲真的被吓坏了，他赶忙爬起身来，扑倒赵少秋的怀中，恳求赵少秋带他离开。看来你们两个关系很不一般啊。见罗莲竟然扑入了赵少秋的怀中，那尹血教的二人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凶狠的光芒。不，我只是与他相识，但是根本不熟。看到二人的目光，赵少秋连裤裆都被吓湿了，并且说话之间，他为了摆脱干系，更是大袖一挥，将怀中的罗莲甩到了一旁。少秋，你对于赵少秋的这个举动，罗莲猝不及防，这一刻整个人都呆在那里了，根本就接受不了多次对自己示爱，自己也是心仪的男子会这般对待自己。哈哈，这就对了。不过这样可不够，想要活命，你可要帮我们做些事。其中一名男子怪笑道：神，什么事？赵少秋满头大汗，连说话都结巴了。他真的太害怕这群来自尹血教的魔鬼了。去，把这丫头的衣服给我扒了，好让我们兄弟两个好好享受一下。那名男子笑眯眯的道。听得此话，赵少秋的脸色越加难看，但仍旧站起身来，并且向瘫坐在一旁的罗莲走去。在性命与爱人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性命。赵少秋，你做什么？你到底还是不是人？我真他妈的是看错了你。见赵少秋竟真的向自己走来，罗莲愤怒地斥责起来。而对于罗莲的斥责，赵少秋则视而不见，先是凭借自己的威压将罗莲笼罩，让其无法反抗，这才俯下身子，探出双手抓住罗莲的衣服。他竟真的想要撕掉罗莲的衣服，这就是你面对尹血教的表现吗？简直比我猜的还要不堪啊！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终于响起了：你是什么人？见楚风开口，那两名男子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满是威胁地质问起来：你们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对吗？来，靠近点，我就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楚风嘴角带笑，对着那两个人做出了一个挑衅的手势。哪来的毛头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不成？见楚风竟敢挑衅自己，那二人皆是大怒，一同动身，夹带着武军的恐怖威压，便向楚风压迫而去。见到这一幕，罗莲赶忙闭上了双眼，因为他不敢再看。直到一道怪异的叫声响起后，他才为之一愣，因为他总觉得那个叫声不像是楚风的，倒更像是那两个为引血教之人的。于是带着一丝侥幸心理，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首先他看到的并非是楚风，而是赵少秋，因为赵少秋就在他的身前。此刻的赵少秋还做着那项撕毁他衣服的动作，但是目光却投向了罗莲的身后，张大着嘴巴，彰显着一个无比震惊的神情。见状，罗莲也是赶忙回头观望，而当他看到身后的一幕后，顿时也是小脸大变，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情涌现在了他的双眼之中。此时此刻，在不远处趴着两个人，那两个人的双手双脚都被折断，甚至连骨头都露了出来，就连脖子都被歪了。此刻正满身鲜血的躺在地上，悲惨至极。这两位正是尹血教的二人。可再观楚风，不但毫发无损，更是面色不改，正临危不乱地站在那两位身前，并且一只脚还踩着一个人的胳膊之上，面带微笑地看着尹血教的二人道：记住，我是废掉你们的人。这一刻，除了在地上苦苦哀嚎，满面泪花的两位尹血教男子外，这一刻除了比直而立，脸色平静如初，嘴角带着淡淡笑意的楚风外，无论是罗莲、赵少秋，甚至是罗爷爷，皆是张大了
嘴巴，满面的震惊，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尤其是罗爷爷，因为他可谓是最清楚的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可是实际上他又没有看清楚楚风的出手，因为楚风的出手实在是太快了。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那2位隐血教的男子就已经这般模样了。只要想想那2位可是5军强者后，再想到楚风那恐怖的实力，罗爷爷便不难想到楚风的修为至少在什么境界。你们想死还是想活？突然，楚风对那2名男子问道：“想活，想活！”那2位隐血教的男子毫不犹豫地大喊起来。他们2个此刻没有了一丝嚣张，可以说对楚风惧怕不已。先前那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2个比谁都要清楚。他们可是用自己的身体体验过楚风之强大的人，所以他们2个已经确定楚风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狠角。在这种人面前，必须顺应，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那好，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快点将你隐血教在恶兽山脉狩猎的人全部叫到这里来，尤其是那个挖掉了小茹眼睛的女人。楚风说道。听得此话，2名男子为之一愣，有些犹豫。他们不是傻子，能够猜想到楚风准备做什么。可是他们饮血教教龟森岩，他们若真这样做了，就等于是背叛师门。这若是传出去，恐怕他们死得会更惨。但是算了算眼下的情况后，其中一位还是忍着此刻的伤痛，对楚风问道：“是不是只要按你说的做，你就放过我们？我只知道，不按照我说的做，你们就必死无疑。”楚风淡淡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冰冷刺骨的杀意。见到这个目光，2人顿时身体一颤，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自他们的灵魂深处蔓延，席卷了他们的身体各处。他们2个身为隐血教的弟子，什么样的凶狠人物没见过？毕竟整个隐血教就是一个魔鬼窟，那里没有一个好人，乃是恶人的栖息之所。但是如同楚风这样能够凭借一道目光让他们如此惧怕的，可以说少之又少，甚至说绝无仅有。他们也不清楚为何会被楚风的一道目光吓成这样，但他们却深刻地认识到了楚风究竟有多可怕。这个年轻人比那些表面凶狠的人还要可怕数倍。他们这次真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了。他们不敢再有所犹豫，赶忙拿出独有的令牌，开始发出求救信号，引诱那些同门教众过来。哪怕是以背叛师门害得同教弟子被杀为代价，他们也要保住自己。这一刻，那赵少秋终于反应过来，他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二话不说，身形一纵，便向锦华城的方向飞掠而去。楚风，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将饮血教剩余的人叫来？你这是想要做什么？罗莲开口了，他的语气与先前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是高高在上充满鄙视的质问，而是一种满心担忧的不解。这还用问？当然是要他们血债血偿。楚风淡淡的回道。什么血债血偿？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你知道他们之中最强的实力在什么境界吗？你知道那个挖了小茹双眼的女子有多可怕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难道想凭借一己之力对他们一网打尽不成？罗莲感觉很不可思议，甚至无法理解。尽管见识到了楚风的能耐，但他却不相信楚风真的能凭借自己一人便将饮血教那么多核心弟子全部击溃。怎么，你怕了？你们5支圣土的人就这点本事，贪生怕死，胆小怕事，就这么点能耐，你还好意思看不起5支圣土之外的人？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楚风狠狠地瞥了一眼那一脸担忧，甚至身体还在微微颤抖的罗莲，眼中充满了不屑与轻蔑。被楚风这样一说，被楚风这样一看，罗莲可谓是又气又恼，但却又无话可说。因为就如同楚风所说一样，他的确是怕了，怕了就躲得远一点。小茹的仇我替他报，你就在一旁看着吧。不过我劝你最好别乱跑，否则我可没工夫去救你。楚风说完这句话，便将目光投向那2位饮血教的男子，袖袍挥动，那2人便升空而起，随后又摔落而下，狠狠地砸在了院子之外。与此同时，楚风袖袍再度一挥，一层无形的波动便覆盖了这座院子。在院子之内的罗莲和罗爷爷没有注意到楚风所做的这个细节，但实际上此刻在院子之外已经看不到楚风3人了。实际上那座院子和屋子都已经消失不见，被楚风隐藏了起来。在楚风做完这些之后，远处的天际开始震动，很快的便有数道身影飞掠而来，纷纷落了下来。这些人皆是凶神恶煞，而从他们的穿着打扮能够看出，他们皆是饮血教的人。见到这么多饮血教的人到来，并且陆续还不断有人靠近，罗莲再度被吓得瑟瑟发抖，竟不由自主地躲到了楚风的身后。只不过此刻饮血教的众人根本看不到罗莲与楚风他们，只能看到那趴在地上浑身是伤满身是血正痛苦哀嚎的2人。哈哈，这2个家伙怎么这么惨啊？见到这2名男子，这些饮血教的人并未急着上前询问，甚至没有人上前救治，而是满脸邪笑的看热闹。魔教的邪性尽显无疑，是谁把你们弄成这样啊？终于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了。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快闪开了一条通道，而在那通道的尽头处，一个身材妖娆浓妆艳抹画的如同鬼一般的中年女子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这名女子长得很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逼人的杀气，一看就是手上沾染了无数鲜血，剥夺过无数人性命的主。但是她最为显眼的却是脖颈之上的一条项链，是一条血淋淋的项链。之所以说她血淋淋，那是因为这条项链竟然窜着一对人的眼珠。